苏鸟，第3区那边缺人手，你过去把货运到 A3区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不是在货场卸货，被货箱砸中了吗？这是哪儿？楚军裴景琛谋逆犯上，废黜楚卫，即日流放黔南燕瘴之地，永不召还。废楚军流放，这是要出人命的地方。谁愿随废太子同赴黔南，伺候流放？瘴气千里，去了就是个死，谁去谁没命。宁死在宫里，也不去那鬼地方。留在这东宫，我一个来路不明的婢女，迟早被清算。跟着去，至少还有条活路。奴婢苏角，愿随殿下前往黔南，伺候左右。他疯了，那是去送死。准。不愿去的，就不必留着了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一句话，几10条人命，这就是黄泉。我赌对了，跟着走是唯一的活路。她一个女子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我一个搬货的，还怕搬不动几件行李？前路路远，几个月的脚程，生鲜带不了，得做能存住的干粮。想活着走到头，就得算清每一步。时辰到了，废太子一行即刻启程，误了时辰军法处置。不管前面是什么，我都得活着走过去。走。皇兄，装睡呢，这点疼就受不住了。这瘴气千里的黔南地，可比不了东宫的软榻。皇兄，你这条命，怕是走不到头喽。一个昏死的商号，他也下得去手？二殿下，官差催着上路了，久留怕落人口实。一个粗使丫头也肯陪着送死，倒是难得的忠心。奴婢只是奉命随行。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这般上心？活着走到黔南，比什么都要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殿下，殿下您醒醒啊！光哭没用，德全去干净的布撕成长条，再打盆热水来。按住这里，别松手，血止住了才能保命。把胳膊伸过来。不必管我，先顾殿下。你倒下了，谁护他？殿下，您昏了3天了，您被废了，正流放去黔南。废黜，父皇他一道指印，谋逆之罪。东宫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。好一个父皇，好一个兄弟。殿下，属下护驾不力，累您落得如此下场，罪该万死。别动，你伤口要裂了。不劳外人费心，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婢女，凭什么进殿下的身？娘娘被幽禁在冷宫里了，宫门一封，谁也见不着。还有呢？霍家呢？霍家满门以株连之罪一并流放了啊，殿下。好一个满门株连，他们连一个老太婆都不肯放过。殿下，老夫人在最后头那辆板车上已经撑不住了。把他接上来，快！我这条命都是霍家拿血换的，绝不能让外祖母死在这荒路上。霍峰伤成那样，我去帮他。琛儿，是琛儿吗？外祖母能再见你一面，值了。外祖母，是孙儿怜爱了霍家满门，孙儿无能，护不住你们。傻孩子，咱霍家世代忠烈，从没有一个人怨过你半句。你要好好活着，活着走到黔南，霍家的血才没白流。
兄弟们，照着说好的下手，一个活口都别留！护住囚车，结阵！不对，他们不抢东西，刀子钻出这辆车来，这不是劫财，是要殿下的命！有人买了他们的刀！想动殿下，先过我霍风这一关！殿下，快走！来人啊！救命！救救殿下呀！这一车的人头，够老子换半座金山喽！霍风，德全，快上车！横竖是死，那就撞出一条活路！一个丫头片子，他在拉车，他徒手拉动整辆车，都给我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一个丫头片子，追！给我追上去！徒手拖着一整辆囚车，这怎么可能？都跟上，护住那女子，保住囚车！苏瑶，姑娘还在拉车呢，殿下，这是拿命在拖啊！他一个人把咱们全拖出来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车没散架吧？殿下伤口没颠着吧？我没拖累你们吧？傻姑娘，你都成这样了，还问这个？苏姑娘，霍风这条命，殿下这条命，今日都是你拉回来的，这份记下了。这拉痕，这车籍，真是这双手拖出来的。我简廷押送囚犯10余年，见过悍匪，见过死士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以一人之力拖车突围。苏姑娘，简某先前多有轻慢，此一拜赔罪，也是心服。见过苏姑娘。都别这样，我就是力气大了点儿。一个婢女以血肉之躯替我拉回一条命，我裴景琛凭什么受得起？官爷，前头还有多远？那片山外才是黔南，瘴气千里，九死一生，真正的苦还没开始呢。黔南还远着呢。这一路闷得慌，有你们几个陪着，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。都到这般田地了，你还有心思养这些没用的东西？王爷，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。苏姑娘倒是把这流放路过成了逛游园。在老子地盘上讨钱，那是给弟弟买药的钱，你还给我！欺负2个讨饭的娃娃，你这算什么好汉？哪来的野娘们儿，也敢管爷的闲事儿？哎呦！放手！我手要断了！把抢的钱还给孩子。你们爹娘呢？爹娘去年就没了，就剩我跟弟弟讨口饭吃。跟姐走吧，好歹有口热饭，饿不着你们。姐，王爷，路上捡回2个没爹没娘的娃，我瞧着可怜，想留下。王爷这是应了，孩子，快谢过王爷。你个头高就叫阿木，你小些叫阿石。王爷，这俩孩子将来啊，说不准就是您的左膀右臂。这就是王爷的府邸，连块遮风的瓦、一根取暖的柴都寻不见呢。
1、3、5枚，老奴数了3遍，就这5枚了。王爷这腿要抓药，这点钱连一副药渣都抓不回来呀！粮不够3日，钱不够一副药，就这么坐着，是要一屋子人一起等死。苏姑娘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与其等死，不如我进城卖力气，养活这一大家子。我不但要让大家吃上饭，还要给王爷寻一位好郎中，把这双腿医回来。姐，我信你。一个女子孤身进城谋生，你可知那城里人心比这瘴气还毒？出了事，连替你收尸的人都没有。王爷放心，我这身力气就是本钱。这天下没有我扛不动的东西。明日一早，我进城，在家看好王爷，姐挣了钱就回来。你让我们用跑，动起组织。这位大哥，我来询份扛货的活儿。扛货？就你这细胳膊细腿儿，也想扛货？姑娘，回家绣花去吧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一阵风都能把他吹跑喽，别压死在货底下，晦气。我只问一句，工钱几何？搬得动1趟2文，搬不动，别怪爷笑话你。他背起来了，那可是3个人才抬得动的箱子。1趟2文，这是第1趟。那摞轻的算什么？这口箱子里装的是铁料，3个爷们儿才抬得起。1、2、起！姑娘，这口你可就别逞能了，压折了腰，爷可不管治。这是人的力气吗？37趟了，他连口水都没喝。今天这满码头的重货，全被他一个人包圆了。咱们爷们儿几个加起来还不如他一双手。轻点吧，这一船的重货都是我扛的。哼，1趟2文，说好的，数目在这儿，拿了走人。诸位大哥，你们扛1趟，到手几文？1文半。船家给码头的价1趟5文，你手里过一道就剩1文半，剩下的3文半进了谁的口袋？你一个外来的娘们儿，敢在这儿嚼舌根？往后这码头你别想上工。这一船货，5个壮汉1天也装不完，我一个人半日装完了。船家赶潮开船，误了潮，赔的是谁？潮要退了，这女子若不来，你拿谁给我装货？价钱你自己掂量。知道了。同样的活儿，我一人干3人的份，往后我的工钱要双倍。站住！双倍，双倍就双倍，明朝照就来上工。这天下没有我扛不动的东西。姑娘，不，大姐，慢走。姐，真买着米了，以后天天有。苏姑娘，老奴今日还以为要断锤了。王爷，趁热。周礼
有姜。您腿寒，郎中说姜驱寒，我一并买了。搬货磨的，2天就长好了。明日别去了。为何？今日工钱翻了倍，那工头亲口应的。一个女子在码头扛货。王爷，这一家老小的饭我扛得动，明日我还去。管根儿，我误了报名，今日的重货活还有没有？晚了，今天所有重货被一个女人一个人包圆了。一个女人？明日她还来，双倍工钱都应了。你要活，找她去。我弟妹的要钱，你凭什么抢？明日我在这儿等你，你抢了我全家活命的钱！一个女的接住食言这一拳，你放开我！你红着眼睛动手，是被逼到什么份儿上了？我弟妹病卧在炕上，咳得整宿睡不着。我误了上宫报名，那活是我们全家最后的指望被你抢了。今日的工钱分你一半，先给你弟妹抓药。我方才要打你，你还给我钱？好汉子的力气该用在养家上，不是打女人。大姐，食言这条命往后是你的了。你们一天到晚扛货扛断腰，到手才几个铜板，剩下的都被工头刮走了，你们甘心？那是码头老规矩，谁敢不交？规矩是人定的，这码头的钱凭什么被工斗一层层刮走？该我们角木自己说了算。从今往后，大家抱成一团，工价我来带头跟他们谈。一个女人谈得下来，工头背后可有硬茬子撑腰。强哥，出岔子了，有个女人搅乱了码头的规矩，还带头煽动缴户，说工价她做主。一个娘们儿也敢在我刀疤强的地盘上撒野！好，会会这位能耐人，让他瞧瞧这码头到底是谁说了算。这码头是我刀疤强的地盘，凡在这儿刨食的都得给我交孝敬。你这娘们儿敢坏我的规矩，把今天的钱交出来！你的孝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放开！贱人！好，踹得好！一个女的把刀疤强的人扔河里了。规矩是我说了算，不服的河里凉快去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走，咱们走。往后这码头的工钱，我苏妖做主，谁再敢克扣一文孝敬，先过我这关。我们听大姐的，往后跟着这位当家的干。大姐，招募人手这个事交给我，我这就替你张罗，把弟兄们都拢过来。好，往后咱们抱成一团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人。钱够了，是时候给他置办一样要紧东西了。困在榻上那么久，总得让他自己动一动。姑娘，这物件儿我打了20年家去，从没见过，是做的还是拉货的？做的。坐着就坐着，安4个轮子做什么？结实。这也太多了，姑娘用不了这些。你只当自己打了张凳子，可对那个人来说，这是他的2条腿。
那我再上一层桐油。姑娘，这椅子得经年经岁的用。大姐，这4个轮子的怪东西是啥？给我家主子带脚的。大姐，这些都是刚从刀疤强手底跑出来的弟兄，扛一天货9文钱，刀疤强抽走6文，饿得抬不起筐，还得挨棍子。从今天起，跟着我。3条规矩，听清了：1. 工钱当日结清，1文不欠；2. 抽的归公用，谁也不许往自己兜里装；3. 有人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，我第一个上。大姐，跪什么？往后咱们抱成一团，力气卖钱，不卖命。大姐，你行那3船货人手够了，接不接？接，分3班轮着扛，谁也别把身子累垮。先给弟兄们买2笼馍，空着肚子扛货是要死人的。大姐，拿走！殿下，这药是姑娘拿命换的钱抓来的，您就喝一口。喝了又如何？姑这2条腿已经是死的了。3个月了，姑连这榻都下不去。这是什么？轮椅，坐上去，轮子替您的腿走。坐着就能走？这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如今有了，手推这2个大轮，您自己就能走。不想费劲，后头这把手我推，脚搁这儿，扶手撑着，掉不下来。你是要告诉姑，从今往后，姑便是个坐着的废人？殿下，废人是躺在榻上等死的人，能自己走出这道门的不算废。您这院子来了3个月，您一眼都没见过，今天我带您看。姑娘的力气。这照壁原来是他的，塌了3处，等手头宽裕了，一处一处砌回去。姑在这府里住了3个月，今日才第一次看全自己的府邸。放手！姑自己动了。这一把椅子几百趟货换的？没那么多，扛了20来天，不值钱。姑被废那日，东宫上下300余人，一夜跑空。你为什么留下？流放3000里，你一个粗使婢女，图什么？殿下站不起来，我就替您跑。您的腿废了，我给您做双新的。苏颜在。今日之事，姑记下了。报，米行3船货结清了，盐商那边又订了5车，这个月的工层一文不少，全弟兄们手里。抓药买炭修屋顶，先把这摊3样办了。姑娘，这么多。德全爷爷，姐姐给我买了糖，你也吃一块。殿下，3个月了，咱们院里头一回见肉。姑是废处，是死人，这一院子人的命，是他一寸一寸从泥里拖起来的。霍风，属下在。她一个东宫粗使婢女，何来这般力气，这般手段？字比姑见过的最差的都差，能算清钱就行。邻村贾家，德全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那小孙女都咽了气，停了3天的尸，竟然活过来了。断了气又活过来？那小孙女都咽了气，停了3天的尸，竟然
竟然活过来了！死人复活，德全，你莫不是在外头听了鬼话？殿下，小的亲耳听半个村子的人都在说，那贾家小孙女醒来后人都变了个样。怎么个变法？从前那女娃就是个不识字的乡野丫头，成天在地里刨食，可这一醒，谈吐做派全变了个人。她张口就是些没人听得懂的词儿，做起事儿来沉稳的吓人。前村王木匠家那害了痨病都备好棺材的老娘，愣是让他给救活了。还有李家娃娃发高热抽了风，郎中都摇头了，他3两下就给退了热。这会儿方圆几个村都喊他小神医呢。死而复生，性情大变，身怀异术，断了气又活过来，醒来就像换了个人。这不就是我吗？我也是这样，一睁眼就到了这个陌生的世道。难道这世上还有第二个和我一样的人？我在这里熬了这么久，一直是一个人。若他真是我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。殿下，我想去邻村一趟，亲眼看看这位小神医。一桩村野奇谈，值得你亲自跑一趟。他既能救活死症的病人，那您的腿，说不定他也有法子。您这腿伤拖不得，正好2桩事并作一桩，我这就去把他请来，或是把您的病情说与他听。姑娘，那邻村人生地不熟，你一个人去。霍风，属下在，暗中随行，护他周全，不必现身，除非他有难，属下遵命。殿下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这一回换我护你一程。殿下等我回来，您这腿我一定给您治好。这一趟我要寻回医腿的良方，更要看看那个和我一样死而复生的人究竟是不是我在这异世的同类。沈知伟，你这个妖女，进了咱村就没消停过，专用妖法害人。前村李家小子就是让他治死的，今儿他又躲屋里做法，把贾家媳妇往死里害呢。撵出去，烧了这屋。对，拆了他的屋，连着贾家一块赶出村去。里头在接生，这群人要拆屋。都给我住手！里头有人临盆。你们这是要出人命！哪来的野丫头，多管闲事儿？那妖女做法害人，你还替她挡着？她在救命，你们在杀人。产妇难产，你们拆了屋是想让母子俩一块死在这儿？别听她胡说！小丫头片子，再不让开，连你一块撵出去！给我滚开！你这手是想抓谁？啊！松手！疼疼疼！我的亲娘啊！这丫头一只手就把王婆……都听好了，今天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让他这胳膊跟他一个样。滚！都给我滚回去！产前递给我，保持无菌，别碰刀口，胎心还稳，孩子能保住。无菌、胎心、产前这些词，这不是这个世道的人能说出口的。他难道也是跟我一样的人？胎位不正，脐带绕颈，再拖2颗母子都没命，只能拍。听见没有？妖女拿刀开肠了，这是要杀人啊！这真剖开肚子了，造孽啊！剖腹取子，他真敢下刀，这手法绝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是个带把的，母子都保住了。媳妇儿，孩子都活着，神医啊！母子平安，他真把人救活了，我们错怪神医了。扑通！神医恕罪，神医活菩萨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沈大夫好手段。方才我听见你说无菌、胎心这几个词，我倒是熟得很。
你听得懂这些词？这村里没人懂。手术很成功，母子平安。这个手势你认得吧？你也是前世不属于这儿的人。我叫苏妖，前世在货运厂扛货的。你呢？沈之薇，中西医双博士。老天爷，在这鬼地方居然让我碰上个老乡。之薇，我不瞒你，我随一位落难的王爷来了前代，他叫裴景琛，双腿瘫了，便寻不到良医。你是我唯一的指望。这村里人拿我当妖怪，今天救了人，明天照样有人骂。我早就待不下去了。那就跟我走，我给你安身的住处，管你吃穿药材，要什么补戒我都想办法，你只管专心行医。你这王爷付得起诊金？付得起。你王爷的腿，我替他求你接了。你出手，我保你在这世道站稳脚跟。成交吗？成交。我这就收拾药箱。王爷，我带回来的不只是个大夫，是能翻天的人。苏姑娘，你请回来的就这么个丫头片子？黔南遍地郎中都治不好的病，一个村姑能有什么本事？霍统领，他的本事你亲眼看了再说。诸位的话，等我诊完再说，请王爷伸手。王爷这腿不是摔的，是中毒。中毒？王爷分明是坠马摔伤的腿，一派胡言！你一个乡野丫头，凭什么妄断王爷中毒？你若诊错半字，这剑就要你的命！霍风，你干什么？让他说。你要证据，我给你证据。看王爷的指甲，甲根发乌，泛着青灰，这是毒素入血的征兆。再看舌苔，黑腻厚重，寻常摔伤会有这样的舌象吗？还有脉象，沉滞涩，如淤泥裹足，这是慢性毒日积月累堵在经络里的脉。王爷这腿不是一天废的，是有人一勺一勺喂药，喂了几个月，一点一点喂废的。喂废的？老奴日日伺候王爷用药用膳，难道毒就在这里头？坠马、断腿、废人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别人算计好的一盘棋。王爷，查，给我查清楚，这毒是谁下的？这毒下的极巧，不猛不急，一点一点进骨头，专废这双腿，还查不出源头。能这么下毒的人，得极懂医理，更得极了解王爷的起居用药，什么时辰用药，什么补品入口，一清二楚。所以，下这毒的，必是你身边最亲近、最信得过的人。他端着你的药碗，陪着你笑，看着你一天天废掉。殿下，这是二皇子特意差人送来的。坠马前那盅补药是二哥送的，他背后站着崔静。好一盘棋，从我坠马那天起就下好了。是裴景睿，是那条毒蛇，属下这就回京取他狗命，替殿下报仇。站住！你现在回去，就是拿命去填。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殿下被人废了腿，白白受这份罪？残废之身，流放之地，我拿什么跟握着满朝权柄的崔静斗？拿什么跟坐在京城的裴景睿斗？冲动一回，霍家、德全这一府的人都得给我陪葬。先医好腿，续好势，等我能重新站起来那天，这笔账一笔一笔我亲自去讨。属下听殿下的。这毒入体已久，早已扎进骨髓，要排只能用银针逼药玉引，一寸一寸往外拔。我先把话说在前头，排毒的疼比断骨还甚，王爷得一关一关的熬，熬不住就前功尽弃。疼我不怕，你只管施针。只是这毒霸道，寻常药材压不住，排毒的每一副药都得用珍贵药材续着，一日都断不了。沈大夫，这珍贵药材怕是要不少银子，王府如今，药材的银子我来想办法。苏姑娘，你可知这得多少？多少我都认，治病要紧，一味都不能少。王爷，你只管安心治腿，我绝不让你的腿烂在没钱上。千年血参1支，寒山雪莲3朵，紫玉梅半两，
还有引毒的9节葱脯、赤枝。光一支血参就抵得上寻常人家10年嚼用。这么多，这么贵，我全部家当加起来，怕是连1支参都买不起。写下来，1味都别落，我全给王爷备齐。银子，我到底要从哪儿弄来？忍住，这只是第1针，毒在骨里生了根，逼出来比断骨还疼。时辰，别停！疼就喊出来，没人笑话你。本宫喊了就是输了。让我进去替殿下受这罪，也好过在这儿听着。进去也没用，这毒只能殿下自己扛。殿下，你看着我！撑过去了，最险的一关过了。这是什么？是毒，是排出来的毒。脉象比昨夜活络了，毒素松动了，是好兆头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你能好起来，我就不辛苦。先付钱后拿药。我只有这些了。37文，姑娘，这一副川贝配紫参，光紫参就1两2钱银子。37文，你连1根参须都买不走。这是我在码头扛了半个月货的工钱，一共820文，全给你。还差1半，赊我3日，3天后我双倍还你。一个粗使丫头跟我谈赊账，我这铺子救的是有钱人的命。药我先拿走，3日之内钱送到你手上，少1文，你来砸我的门。一趟2袋，别人1袋都得2个人抬。2袋算1趟半的钱，我不多要你1文。苗姐，按你说的，我又拉来14个，都是能干的，不偷懒。分3组，搬米的跟着食盐，卸炭的跟我，剩下的手板车。今天这船必须清空，工钱当场发，1文不欠。姚姐，今天挣了往日的3倍。3倍，也只够3副药。扛货这条路扛不出1双腿来，得再找1条。这么多，全烂在地上，一个人都没来摘。黄精，野生的黄精，药铺收干货1两3钱1斤。这满山遍野长的不是草，是药，是钱。等着我，往后你养的不是草，是我们全府的活路。姑娘这是把一座山搬回来了。野生黄精，年份足，这品线比药铺柜上的还好。只为你跟我说实话，殿下这副药还得吃多久？排毒医疗要走足20日，往后还要加3味贵药，1日1副，1副1两2，24两银子，我在码头扛1年也扛不出来。那就不靠扛，这批梨熬成膏，1斗鲜梨熬1罐，罐子卖200文，成本只有柴火和人工。药材分级晒干，粗的卖货赚，好的直供县城药铺，山是白捡的，我们只出力气。镇上货赚，月月缺货，我明日就去问价。从明天起，白天码头，晚上上山，我1天能扛4000斤，我就不信我治不好1双腿。这位是柳烟姑娘，往后同镇上布庄接驾府里的用料，
兼贴身侍候王爷起居。柳烟见过王爷，听说王爷病中受苦，柳烟心里疼得整夜没睡。放桌上。王爷金尊玉贵，这些粗活本该由懂事的人做。听说府里日日是个扛货的丫头端汤送药，那手上都是泥巴。殿下，我在山上摘的野梨，甜的能齁人，先尝一个。手上的口子，去让沈大夫看看。坐下歇会儿再走。苏姑娘，热水，我瞧你手都烂了，快泡泡。谢了，柳姑娘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这手糙，不怕。姑娘为王爷这么拼命，府里谁不感激？往后有什么重活，尽管吩咐我。那我可当真了。明天你替我把这龙梨送去货站，能换200文，都是要钱。好啊。一个扛货的粗丫头，指甲缝里全是泥，凭什么？苏姑娘每日天不亮就往山里去，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，这前来的山那么深，走丢一个人很容易吧？别动！怎么了？动了！我看见了，大脚趾动了！王爷，老奴看见了，老奴不是老眼昏花。我感觉到了，水是凉的。这半个月的毒排出来了，经络没死，照这样连着排下去，重新站起来不是不可能。沈大夫，那还得排多久？3个月，1日都不能断。要钱呢？说实数。天麻、川乌、麝香、雪薄，一副6两银，3个月少说200两。200两，老奴把这府里能卖的都卖了，也凑不出10两啊。200两，我记住了。我一天能扛4000斤，就能换2两药。他能动1根脚趾，我就能再扛1年。苏姐，你这已经是第30趟了，别人一天扛10趟就趴了。1趟10文，30趟300文。食言，今晚谢岩的夜工还缺人不缺？对，可那是通夜，你白天扛完还上夜，铁打的也扛不住。那就替我记上。苏姐，你图什么？就为伺候个瘫在床上的王爷？手是我自己的，腿是他的。他的腿要是能站起来，我这双手烂了也值。姐，鸡都快叫了，回去吧。这片黄狰1斤能卖80文，采完这坡再走。啊！姐，没撒。姐，你都睡着了还走？走着睡不耽误事儿，天亮还得去码头。王爷，苏姑娘刚从山上回来，鞋都没换，又往码头去了。她一天睡几个时辰两个都不到。今早她端粥的手成那样，碗都拿不稳，掌心的口子翻着白肉。叫她算了。王爷，喝口热的，这参是柳烟托布庄烧的，好几钱银子。搁着。这一屋子人，他心里装的只有那个满身泥的丫头。200文，拿好。那个扛货的苏姑娘的货，一项给足数。嘿，听说了没？镇上来了南边的客，专收年轻娘子，一个给30两现银。30两？那人往哪儿去了？装麻袋，塞船，一路往南3000里，卖进烟花地，改个名，谁还找得着？官府查了半年，连根头发都没查着，那不就是活埋了？可不，人是死是活，家里人一辈子不知道。殿下，山阴那面挖着2株7年的川丘，沈大夫说抵得上半副药钱。王爷，柳烟有句话憋在心里好几日了，不说心不安。苏姑娘一片忠心，谁都看得出，
可她一个姑娘家，白日光着膀子的脚夫堆里挤着扛货，夜里又跟着男人上山，天亮才回。柳姑娘，柳烟不是说苏姑娘不好，只是抛头露面、行止不检这4个字一传出去，人家不笑她，笑的是贤王府，是王爷的体面啊。苏瑶，过来。沈大夫，先给他上药，我的排毒往后挪。是。德全，柳姑娘既然嫌泥脏、嫌手粗，往后院里3口水缸的水都交给她挑。老奴遵命。柳姑娘，扁担在西墙根。是，柳烟这就去。柳姑娘，水缸沉，我一趟就挑满了，你别硬来啊。挑水。明日别上山了。不上山哪来要钱？这个拿去当。城里最好的当铺，押200两不难。这是先皇后留给殿下的1块玉，换不了你1双手。殿下，这玉当了就赎不回来了。可我这手睡一觉又能扛，等你自己站起来那天，你亲手把它戴上，我再问你要谢礼。素颜，这一辈子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记着。白日扛货，夜里上山，一个人走30里山路，30两，装麻袋，塞船，往南3000里。官府查了半年，连根头发都没查着。迈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死在路上，这样他那双手就再也碰不到王爷了。苏姑娘，明日进城采买，路上小心。我数3下，你要么躺下，要么被我掰断这颗牙。他真的敢上手啊！50两够买10亩地了，谁去谁死。张老三打了30年猎，一条腿都被那家伙咬折了。官府说的是，谁把那畜生弄下山，就给50两，活的死的。活的死的。姑娘，你先弄得下来再说吧。沈大夫这一副药8两，50两，够王爷排1个月的毒。喂，你真去啊？兽吃人不吐骨头的。那正好，我也不吐。苏姑娘这是要做什么？扛货扛不动了，改行打猎？镇外那头伤人的畜生，官府赏50两，我去挣。一个女人上山打兽，说的难听点是给兽送菜，到时候尸首都拖不回来，倒要王爷替你收骨。你嘴上放个干净！柳姑娘，我这条命贱，官府那50两贵，咱俩正好换。霍风，你带2个人远远跟着，他若不许，你也跟。50两，我要6个胆子大的。事成，我拿30，你们6个人分20。苏姑娘，扛货我认你，打兽是拿命填。食言，你弟妹要钱，还差多少？我去。那不是野猪，是头老蚌，300多斤，一爪子能掀翻牛。他走哪条道？怕什么？北坡那条甘蕊沟，他天天来喝水，怕火，最怕火。沉住气。中了，中了！苏姑娘，快跑啊！码头300斤的货，我一天扛40趟，你这身肉也就1趟半。我数3下，你要么躺下，要么被我掰断这颗牙。还站着的，来搭把手，这肉不便宜，别浪费。这是人？苏姑娘，我们真一点没帮上。你挨那一爪的时候没跑，就算帮上了。
那是那头吃人的气声。他一个人拖下来的。官府门朝哪边？我来领赏。告示是给猎户看的，你一个丫头片子来领赏，回去绣花吧。兽在这儿，你自己去数它几颗牙。这兽死的，谁知道是不是山里捡的死尸？顶多给你10两，算你辛苦。告示上写的50两，谁再嚷，一并锁了。看清楚，他反牙缝还挂着张老三的库布，3个伤人的案子就在这张嘴里。50两，1条命，你嫌贵？行，那我这就把他放回山里，是死是活你自己去和他谈。悬赏告示是本官贴的，当着满镇百姓，对，你要改本官的字，立刻对，1两不少。我押送流放千里，见你徒手拉车，今日又见你举兽砸街，苏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要给主子挣药钱的下人。先王府来了个女煞营啊！这方子上的一样别落，抓够1个月。有了这些药，他的腿能往前赶一大截。姐，我这辈子第1件新衣裳。跟着王爷7年，头一回府里有年味儿。说好的20两，1分不少。苏姑娘，我们没出力。苏姑娘，我们没出力。出力的活以后多的是，拿着，给你弟妹买药。沈大夫说要够1个月了，腊肉我挂着，年夜咱们炖锅子。本王躺着，你一个人扛回1头兽，扛回1府的年。苏瑶，本王欠你的，越来越还不清了。那就慢慢还，等你自己站起来那天，先陪我把这1年过完。50两，药34两，年货6两，还了食盐他们20两，不够，这钱像水，天天在流。1头兽换1个月，可兽不是天天有，我这条命也不是天天能赌。对了，那山没人要，山上的东西也没人收，那不是荒山，那是钱堆着没人捡，卖力气，一次只能吃1顿。我要那座山，年年吃。就明日，银子不够我再添，只有1条，别让他回来。按住他的腿，这一炉药最烈，他若正散了针，前功尽弃。我按着了，王爷撑住！王爷，你咬我，别咬牙，牙咬碎了我可赔不起。这是什么妖法？王爷都被你们煮成这样了！刘姑娘，退出去！苏瑶，你这是害王爷！你把王爷折腾死了，就没人管得住你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哭，出去哭；你要闹，我这只手还空着。柳姑娘，别添乱了。老奴伺候王爷7年，今夜是王爷唯一的活路啊！药已入骨，此刻停下，独回宫心，他撑不到天亮。听清了，今夜谁再碰着药桶，我打断谁的手。姐，你手都被咬穿了，换我按吧。你按不住，他这腿现在有劲的很，有劲是好事儿。放手，本王不值得。王爷，从京城到黔南，我拉着车走了2000里，这2000里我都没松手，今晚我更不会松。5更了，天要亮了。脉停了。裴景琛，你给我睁眼！死了，认真死了！掀了这毒
你敢再动一下，先躺下的是你。裴景琛，你要死在这一步，京城那些人就白活了。活了，王爷活了！够了，王爷的脚趾头动了，疼不疼？疼，疼是好事，会疼说明腿还活着。过了，这一炉是最凶的一关，缉毒已排去大半。慢些，今日只求一步。王爷走了，真的走了3步。本王这双腿走了7个月的路，今日头一回是我自己走的。毒已排去大半，双腿知觉负了70%，剩下的2个字养练。我的药膳针灸不断，他每日下地挪步，重新站起来行走，指日可待。属下等这一天等了7个月。7个月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才能回京城。小伤不碍事。这一口，本王记着。那日你说卖力气不是长久之计，你要寻个能细水长流、越滚越大的营生，讲来听听。王爷，我要买一座山。买山？咱们府里连要钱都紧着呢。镇外那800亩酸梨荒山，没人要的废地，在我眼里是座金山。这破山连野猪都不肯，酸梨能有什么用？姑娘这是要种一山的酸水？这一颗值1两银子。苏姑娘，这山地价贱的没人要，800亩野梨又酸又涩，卖都卖不出去。你说它值钱，值在哪儿？酸，是因为你们只想着生吃，可它要是熬呢？梨加糖，小火慢熬，熬成膏。这膏润肺止咳，是能治病的药，甜滋滋的，又是能当零嘴的糖，一物两吃。梨膏润肺止咳，古方里确有此物。黔南多山，湿气重，一到秋冬，家家户户咳个不停。他们缺的正是这口治病的甜。买下这座山，地价贱，花不了几个钱，再雇镇上那些没活干的流民，采梨、熬膏、封罐贩卖，一条龙全包了。食言，你算，这山800亩，1亩能结多少梨？这1亩少说2、3千斤，800亩那就是上百万斤。3斤梨熬1斤膏，1罐膏本粉几个铜板，山民买药能卖多少？1罐能卖？天哪，这一进一出，1年下来的利，这不是几十两、几百两的事儿，是几千两的进项啊！说的好听，一个粗使丫头也配谈买山做营生？别人眼里是废梨，我眼里是金山。眼光这东西跟身份可没关系。山民水土多可喘，此膏对症，销路不愁。这法子可行。这还是那个只会抡拳头的粗使婢女吗？谈起经营，条条是道，眼里的光比这满山的梨还亮。王爷这是闲着荒山没用？买。王爷，800亩翠屏山银钱已收件，这利器人一栏自然写您的名讳，裴景琛。慢着，果然反悔了，一个粗丫头的鬼话也配让王爷砸银子？王爷，莫非嫌这山贵了？利器人写苏妖，写苏姑娘的名，800亩山地全写她一个人。写我的名，我一个穿过来的婢女，转眼成了坐拥800亩山的大地主。王爷，她一个粗使婢女，怎能担得起这么大一份基业？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王爷，这可要想清楚。地契一落，白纸黑字，这山便是苏姑娘的了。我想的比谁都清楚。写。王爷，这银子是您出的，山里该写您的名。
我不能收。山是你相中的，法子是你想的，理当写你的名。别人写自己的名是买地，我写你的名是托付。苏姑娘，从今日起，这翠屏山800亩便是您的了。他把这满座家当写了我的名，这哪是一张地契，这是把身家性命都交到了我手里。王爷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都听清楚了，从今往后，这翠屏山是苏姑娘的山，谁敢在她的地界撒野，先问过我。是。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凭什么？这份体面本该是我的。地契收好了，开荒的事儿一刻都不能等。食言，去镇上招流民，锄头、扁担、罐子全给我备齐。哎，这就去。乡亲们，这满山的酸芦，在别人眼里是废物，在我眼里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跟着我干，管饱管钱。翠屏山，我的发家大业，从今天起正式开张。风光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来路不明的女煞星能风光到几时。都听好了，咱这儿的规矩，天黑收工，当场领钱。当天就给，不压月钱。一文不压，谁干得多，谁拿得多，多劳多得。苏姐姐，大伙儿干得比谁都欢。这荒山早晚给他们刨出金子来。火太急又糊了，这已是第5锅。成了，苏姑娘，你快尝尝，清甜润喉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琼梨糕就叫这名儿，全部量产，我明日就下山去卖。掌柜的，翠屏山新出的琼梨糕，止咳润喉，我供货给你。哼，荒山土产，还是个抛头露面的女娃。我这铺子做的是正经生意，拿走拿走，别耽误我做买卖。掌柜别急着赶，这山土可它能救命。老人家，张嘴，不要钱，白送你尝，治不好我倒贴。咦，不痒了？这喉咙真不咳了。多少钱一坛？给我来2坛，我家娃也渴。先给我，先给我，给我来2坛。苏姑娘，方才是老朽有眼无珠，这货我全要了，往后长期供我。日进斗金的前山，还是人人嫌弃的废山，就看掌柜您这一口。鹿鸣镇3家，县城5家，还有邻县来的，这订单跟雪瓢似的飞来。哦，琼梨糕在县城一炮打响，翠屏山这废山眼看要成前山了。苏瑶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你们只知那女煞星发了财，可知她这钱来路不明。来路不明？怎么个不明法？一个女子力大异常，抛头露面。听说啊，她当年就在风月场里厮混过。苏嫣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名声还怎么在这镇上立足。来，张嘴，止咳的，不要钱。干什么？这药能随便吃吗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别碰我娃！你这种女人喂的东西，谁知道干不干净？大嫂，我这是给孩子止咳。止咳？我看是想沾我娃。你自己什么来路，心里没数？听说了没？这女煞星力大异常，一个女人抛头露面的，哪是正经人家？可不是，我娘家表姐说，她当年就在锦绣阁那种地方厮混过。难怪有的是钱，这钱来路不干净哟。我苏瑶这双手拉过命，扛过祸，开过这座荒山，养活你们一村人吃饭。我救得了咳嗽的病人，救不了这些长舌头的嘴。
这群没良心的！当初谁给他们发的公存？谁让这废山养活了他们？这流言起得蹊跷，一夜之间传遍全村，分明是有人在背后推。管他谁推的，苏姑娘为咱们出生入死，凭什么受这窝囊气？怕就怕，这话比咳嗽还难治。一路生死，我拉车救了他们，扛货养了这个家，守着他熬过最痛的夜，拼死拼活到头来，落个这样的名声。苏嫣，王怎么来了？夜里风大，起心着凉。王，我今日来是想跟您辞行。辞行？外头那些闲话王也听见了，我这名声连了王。翠屏山如今走上正轨，有德全沈先生在进购了，不如就此各奔前程吧。那我这就走了，王保重。你哪儿也别想去。你是当真想走，还是只想听我一句挽留？王莫要多想，我只是不想连累您。连累？苏窈窕，你可知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有多可笑？这一路生死，是谁拉着板车把我们从瘴气里拖出来的？是谁扛着货一斤一两养活了这满山的人？又是谁守在我榻前陪我熬过排毒最痛的那几夜，一夜都没合眼？什么风月场，什么污名，我裴景琛一个字都不信。王爷，苏姑娘真要走，这可使不得。苏姑娘，那些流言分明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，你若走了，正中他人下怀。我留下只会让更多脏水泼到王身上。既然都在，本王今日就把话说明白，也省得他再拿名声说事，拉车救众，扛货养家，守我熬过最痛的夜。这样的苏妖，也配听那些烂舌头偏袒。苏瑶，我早就不把你当婢女看了，那纸地气，还有这些日日夜夜的相伴，便是我的心意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你呢？你留下，当真只是为了这座山，这份生意？不否认，便是默认了。王说的好听，回头可不许赖。好一个当众表白废太子的心意，凭什么给一个来路不明的贱婢？苏鸟，既然你不肯走，那就别怪我送你一程。苏东家，行行好，给我家汉子留个活计吧。苏东家先前是我们眼中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都别急，活儿有的是，按登记的名册来，一个都不落下。从前都排着队求我给活。姐，南边商队又来加订300罐，说多少要多少。告诉他们，先付定金，按序排，灶不够就再垒，人不够就再雇。苏姑娘，照这势头，山下那条路也该修了，货车才进得来。路我来带人修，作坊你盯着账，咱这生意得做得明明白白、堂堂正正。王爷，这坡陡，御医说您不宜多动，本王来视察产业，理所应当。王爷又坐轮椅上山，山风大，仔心着凉。擦擦汗。他坐轮椅上山，说是视察，是的分明是他。哟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攀上个病王爷，这生意做得可真风光啊！谁知道背地里使的什么手段？这般名声还敢抛头露面？你胡说！我姐是靠本事吃饭的。说我来路不明，好，那我今日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清楚。这作坊的地契，白纸黑字，这账本一笔一笔，谁来做工，领多少工钱，清清楚楚。你们里头多少人靠这份工养家糊口？多少人先前也骂过我，
如今又是谁在求我给活？我苏瑶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摆在明面上，要编排我，先拿出证据来。苏东家是好人，先前是我们瞎了眼。好一个堂堂正正！流言这东西越躲越缠人，索性把生意做得响响亮亮，看谁还敢搅。你比本王想的还要强。只要王爷信我，旁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。本王信你，一直信。前三山高路远，顾某总算寻到贤王了。京城如何了？裴景睿如今风头正盛，已纳王爷旧日那位妃子为侧妃了。崔静把持朝纲，崔家权势一日胜过一日，眼帝那头态度暧昧得很。倒是王爷，贤王在黔南过得可真是有声有色啊。有声有色。王爷若真想动崔静，顾某已经把他家的墙、狗、灯全给您画上去了。这不是病人的屋子，这是杀人的屋子。王爷，闲人。他不是闲人。苏瑶，关门守着。说，京城一个字都别漏。第一桩，二皇子裴景睿如今在京里是炙手可热的红人。王爷那位旧妃已在他府中做了侧妃，上月还替他添了喜宴，满京城的人都去道贺。更妙的是，他还在城外庙里给王爷点了长明灯，说是替兄祈福。京城百姓都赞他兄有地功，抢了位子占了人，还要装孝顺。第二桩，全相崔静把持朝纲，霍家军旧部的军饷从户部一路吞到北疆，剩不到30%。霍家旧将贬的贬，死的死。去年冬天，有一整营老兵在北面活活冻死，报上去只写了病故2个字。那都是霍老夫人家的病，是替王爷挡过刀的人的兄弟。第三桩最要紧，前日早朝，陛下忽然问了一句：“那妃子在黔南可还安分？”满殿文武无一人敢答。他问的不是我安分不安分。哦，崔静吞的是军饷，军饷的账不在户部，在军中，这是他的死穴。裴景睿不要我死，他要我烂在黔南，烂成一个人人都笑的废人。人死了会有人祭，废了没人祭。而父皇留我一条命，不是慈悲，是舍不得手里这把刀。朔敌压边，朔敌压边，霍家军散了，满朝文武谁也整不起来，只有我能。所以戴罪立功这4个字，既是拴我的绳，也是我唯一能爬回去的路。刀还没锈，他就还留着我。每天喝那么苦的药，坐轮椅让人笑话贤王，他心里装的是一整座朝廷。顾某走商10年，见过的贵人不少，今日算着一个还活着的。3年之内，我要崔静的账，裴景睿的正，霍家军的旗。王爷，你刚说的那些人那些官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可我听懂一件事儿，有人抢了你的位子，占了你的人，饿死了你外祖家的兵。我不懂朝堂，我只懂力气。王爷说要搬哪座山我就去搬，要背哪具尸，要拉哪辆车，要砸哪扇门，我这双手一天能扛800斤。你不问我值不值，不问我赢不赢。你要是问路，我给你抬轿；你要是要命，我就替你去拼。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苏瑶，这盘棋要是赢了，你就不再是谁的婢女。柳烟姑娘，这么晚站在这儿做什么？我见书房还亮着灯，怕王爷夜里饿，送碗逍药来。门栓落着，你在门外站了多久？才来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放下，退下。他把机密说给一个粗使婢女听，也不肯让我进那间屋子。王爷，恕顾某多嘴。您身边这位姑娘不简单。我就是个熬糖糕的。顾某走南闯北，看人从不看脸，看骨。这位姑娘骨头里带煞，是能替王爷翻天的人。还有一句，王爷得听清，京里已经放暗线南下，摸到黔南了。半月前，镇外破庙有人接过话，走的是外地不长的路子。王爷府里的墙未必只有耳朵，还长了嘴。原来
是你。王爷，你站着！你的腿好了，我去叫德全，我去叫全府的人来看。不许喊！把门关上。沈大夫调了4个月的筋，如今能借桌案站上1刻，也就1刻。1刻也是能站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，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？因为京里有人正盯着钱南，一个站不起来的废人，他们才懒得动手。我这条腿要一直瘸到我能一刀捅穿他们的那一天。我懂了，你要装到底。这事儿出了这道门，我就当没看见。谁问我，我都说王爷连坐都坐不稳。我这双手能扛800斤，可我扛不住你偷偷站起来那一下。你要站，我给你当扶手，白天黑夜都在。这府里，我只信你一个。站了多久1炷香。只能这样，每日2次，1次不许过1刻。急了，这辈子就真站不起来了。这事儿若走漏1个字，王爷比断腿更危险。苏姑娘，县城3家货渡的单子全接下了，这个月出的货比上个月翻了1倍。翻1倍，那就该翻1倍的吃肉。姐，吃肉，真吃肉！听着，今晚王府大堂开席，熬糕的、砍柴的、扛货的、看火的，一个不许缺。每人加30文赏钱，1斤肉，半斤糖，带回家给娃。苏姑娘，我一家4口逃荒来的时候，连树皮都啃过。起来，这钱不是我赏你的，是你自己熬出来的。老奴这就去杀猪，杀2头。德全爷，再担起1口小灶，我给王爷熬新的药膳。我苏瑶没读过书，只会一句话：干活的人就该吃饱。苏姑娘，王爷，这镇子能有今天，是您给的地。全屋人都以为他起不来，只有我知道，他站起来的时候比谁都直。柳烟姑娘，你也吃。这些日子不粘的账，王爷的汤药，你也辛苦。他一天到晚在府里坐着，也算辛苦。谁没个各自的活，吃你的肉。多谢苏姑娘。柳姑娘倒是守时，说吧，哪家的人？定钱，事成之后还有5倍。是丫鬟，是小妾，可别是哪家的正头娘子，那要惹官司的。她姓苏，叫苏瑶，没爹没娘没户籍逃荒来的野丫头，丢了，连个替她报官的人都没有。要死的还是活的？活的，卖得越远越好，卖到再也回不来的地方。她力气大，你们得多带人，先把她放倒。放心，走远路的规矩，先打断1条腿，就再不敢跑了。她过几日会一个人进城采买，日子、时辰，走哪条巷子，我都给你。这么晚，柳姑娘上哪儿去了？席上人多气闷，出去走了2步。霍侍卫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还能上哪儿去？王爷，他鞋上是庙后那条路的黄泥，现在动他，只捉得住1条尾巴。盯着他见谁递什么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属下明白。别让他掉1根头发。王爷，这个月的账我算过了，抛开工钱和料钱，还剩47两。这么多？可糖料要见底了，熬糕离不了糖，我盘算着过3日我亲自进城，一次买500斤白糖，走西巷那家老糖行，那家给的价最实。一个人去？我带辆板车就够了，500斤糖我一个人拉得动。3日后，西巷老糖行，他一个人拉板车。那条线子窄，正合适。500斤糖，不，600斤吧，趁着果子多，多熬200罐，年前还能再赚一笔。这种瘦毛不值钱，
明天来的那个才是货。什么货？你都惦记3天了。明日辰时，一个丫头自己拉着板车进城，去西巷老糖行买糖，身边没人。听说那丫头力气大的邪目，一个人能拉动整车。力气大也是货。锦绣阁那边开价80两，一条命80两。老规矩，先打断一条腿，他就再不敢跑了。巷子窄，2头一堵，天王老子也听不见。小姐，东坡的第3批果子又下来了，筐子不够用了。苏姑娘，您这一只手顶我们4条腿。苏姑娘，上个月是47两，这个月120两。果干省事儿，一晒就成；药草更省，满山都是钱，只要肯弯腰。照这势头，年前还能翻1倍。不行，这样卖不成。卖得好好的，怎么就不成了？咱们的糕，咱们的果干，如今全靠人挑着担子零散赶集。今天摆这条街，明天摆那条巷，客人回头想买，找都找不着咱们。我要去县城，盘一间自己的铺面。铺面就是那种有门有匾、天天开着的铺子。前头卖糕、卖果干、卖草药，后堂腾出来给沈大夫坐堂看病，挣钱救人一块办了。进城我跟着，糖料重，我带4个兄弟给您扛车。王爷您看。西巷老糖行左手第3间空了半年，租子最便宜，门面宽，后头带2间厢房。这条巷子太窄，窄才便宜啊！王爷，我从前在东宫扫地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如今我1个月能挣120两，能给几百个人开工资。我想让这门生意有个门牌，风吹不走，雨浇不烂。去盘，租子不够，从我这里拿。真的啊？但你要答应我3件事：1. 人手带足，不许少于5个；2. 走大街不许进信小巷；3. 天黑之前必须回府。王爷，我500斤糖都拉得动，谁敢碰我？拉得动车，挡不住暗处的刀。明日辰时出发，食盐带4个人跟车，天黑前一定回。明日辰时，西巷，食盐带4个人。鸟姐姐要进城，我替你把行装收拾出来。那刚好，谢啦。我弟，我妹。2弟高热3日，小妹一倒，家中无钱请医，速归。苏姑娘，明日进城的差事，我不能去了，我该死。磕什么头？人命的事还讲什么差事？这是10两，连夜走到镇上雇车，请大夫的钱不许省，不够就报我的名字。姑娘，走啊！石大哥，路上吃的我都包好了。明日进城怎么办？鸟姐姐别急，我已托镇上2个熟识的闲汉，明早在城门口候你，工钱我都替你讲好了。柳烟，你这心可真细。姐姐待我好，我总要做点什么。石大哥，你弟妹好得很。王爷，密函到了。王爷，查了，3日前夜里柳姑娘出府，鞋上的黄泥只有城外破庙后那条道有。还有，她箱底多出一定官银，她1个月的月钱，咱3年也攒不出这一锭。还有今晚那个送信的，守门的说那人低着头跑得极快，谁也没看清脸。石岩老家离此120里，若真有信，最快也要明日讲务才能到。一封提早了1天的信，支走了他身边唯一的护卫。属下现在就去把他绑来，撬开他的嘴。绑他做什么？一锭银子，1双泥鞋。官府问一句，你有何证据？你答不上。府里伸进来1条尾巴，我要的是1整只手，不是1根指头。明日辰时他出府，你换身粗布，跟着。跟到哪里？1步都不许离。他进堂行，你在门口。他拐巷子，你先他1步进去。柳爷那边另派人盯死他，今夜见了谁，明早往哪儿递话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属下明白。明日之前都不许出事。糖600斤，铺面的定钱20两，齐了。王爷，这么早您怎么出来了？钱袋分2处放。放了。
堂行的价钱先看斤量再付钱。知道了。城门口那2个闲汉你不认得，别让他们靠近车斗。知道啦。不许进窄巷，天黑之前回来。若有半点不对，就喊霍峰的名字。王爷，您今天怎么跟德全公公似的，一句能说3遍？老奴听着都心慌。贴身带着。成，带上。我500斤糖都拉得动，还怕几个人？苗姐姐，路上小心，早些回来。等我回来，请你们看新铺子的匾。霍峰，追！来了。明日午后，县城西巷口，他一个人。一个人？他身边不是有个壮汉跟着吗？石岩被支去邻村收草药了，3天回不来。府里的护卫一个都不会跟。身上带多少？堂钱30两，铺面定钱20两，分2处放，一处在腰后，一处在车斗第2个麻袋底下。10两定钱，人送到锦绣阁，曹妈妈点了头，再付20两。记住，别在府门口动手，要在最热闹的街上，人越多越没人管。董行，你跟他有什么仇？他待我很好，可我不要他的药，我要他走。主街往东第3家，3开门，前头卖琼梨糕、果干、山货，后头这圈隔出来，摆2张榻，1张麦案，给知微做糖。定钱要多少？20两，掌柜要50，我磨到40，先付20，秋后清尾款。姐，我跟你去，我能看车。你留下看货。石岩被派去邻村收草药，山上的果子今天得摊晒，没人盯我不放心。那你一个人进城？我一个人拉600斤糖都不带喘的，谁敢招我？明早给柳烟，他那风寒断断续续半个月了，我给他抓的药只怕吃完了，让他自己再抓2服，别硬撑。你倒是记着他。一个院子里的人，他夜里咳，我隔着墙都听得见。等铺子开张，我请王爷去看匾，第1块匾，我要他亲手挂。小姐姐，钱袋口开了线，我给你缝紧些，路上不掉。手真巧。怎么这么凉？药还吃着没有？吃着呢。吃完了自己再抓2副，别省。等铺子开张，我给你算一份工钱。你也别老在府里做针线，跟我寄货账去。小姐姐，哭什么？我又不是去打仗，天黑就回。路上垫垫肚子。苗姐姐，你力气那么大，可惜挡不住背后的人。王爷，天还没亮，您怎么就出来了？钱袋分2处放，一处在这儿，一处压在第2个麻袋底下。堂行的价钱先看斤量再付钱，铺面的定器当面按印，别隔夜。记住了。不许进窄巷，天黑之前回来。若有半点不对，就喊霍峰的名字。王爷，您这一句能说3遍。老奴听着都心慌。贴身带着。成，等我回来，请你们看新铺子的匾。王爷，第1块匾您得亲手挂。好。他走得越稳，我这心里越空。霍峰，换身脚夫的衣裳，远远跟着他，不许露面，不许让他看见。出了任何事，先抱人走，别管货。属下这就去。走水了，后院凉棚走水了，霍峰大人，粮烧起来了。人们跑在里头！火情危急，可街口那边，让开！凉棚左也没生火，也没雷雨，这火不是自己烧起来的。霍峰，别关火，立刻进城。王爷，属下这就走。晚了半个时辰。顾长风，去查昨夜到今早府里谁出过门，谁见了谁，一笔一笔记下来。掌柜的，这包差了3斤半，补上，我再拉下1包。新来的，码头的规矩
货过秤抽2成。什么规矩？老子的拳头就是规矩。这姑娘一只手就把人拧跪了。告诉你们主子，这条街的秤，从今天起我盯着。姑娘真要盘，这地段1年可不便宜。20两定钱，秋后清尾款，契上写明1年之内不许涨租。前头我卖山货，后头我请大夫坐堂。匾我都想好了，济世堂。等挂匾那天，我拉车来接王爷，他推着轮椅走不动路，我背他上台阶都行。就是他，腰后有钱，怀里有气。先买糖，再买布，天黑前就能到家。药给王爷，糖给阿木，2包盐够镇上吃半个月。姑娘救命！我男人被人打了，我娃儿被抢了，贼人往西边巷子跑了。大哥，替我看着，我马上回来。就是他，柳姑娘说的没错，个子高，力气大，一身粗布，手上全是茧。柳姑娘，贤王府里那位柳姑娘，定金给的痛快，说要你活的，别弄死，弄死了不值钱。在你们眼里，人就是斤两。那你数数，这批货能砸死你们几个？这他娘是个女人！散会散会，别硬拼！要捂他嘴！药劲儿上来了，力气在往外漏。霍风会来，我得给他留个记号。起来，5个躺着的，就为1个丫头，装蛋！这张脸可惜了。老大，不是说卖去山里矿上，那边给30两，一手交钱。矿上30两，你瞎呀？这模样送去锦绣阁，曹妈妈起价就是80两。可这丫头刚才那力气，砸得咱5个人都爬不起来。进了锦绣阁的地牢，铁链一锁，饭一断，天大的力气也是软的。再说那位柳姑娘话说得明白，这丫头别死，要她活着受着，一辈子出不来，一辈子张不了嘴。锦绣阁、曹妈妈、柳烟，3个名字，我一个都不会忘。换车，走小路，天黑前送到后门。这是苏姑娘的差，她在这儿打了一场，7、8个人围她一个。车往哪去了？说。青棚马车出东门了，大人小的不敢来啊。封东门，快马报王爷。这地方好啊，当初编我出身欢堂的流言，如今把我送进来坐实。姐姐，你别喊，喊了他们就来打人。你叫什么？关了多久了？我叫小翠，半个月了。上一个不听话的姐姐被打断了腿，装麻袋扔河里了。喝了，听我的话，在这别哭，哭没用，省点力气。17级台阶，2个守门的，1个时辰换1次班。风从西边来，那口子外头就是巷子，药还没散，手上没劲，得等。王爷，苏姑娘不见了！王爷，烫着了，快拿凉水！在哪儿捡的？县城西巷口，地上有拖痕，有血还没干。卖菜的老汉说，一伙人围住苏姑娘，往她脸上撒了粉，她砸翻了4、5个，最后被塞进一辆蓝布棚马车拉走。王爷，
我这就带兄弟们上街，见着蓝布棚的车就砸。报官，得去报官，这是光天化日抢人啊！是属下失职，属下没跟着他进城，请王爷先斩了属下。午时3刻，一辆车闹事抢人，这不是流窜的匪，这是有人做熟了的生意，而且有人给他们指了路。霍峰，属下在，带上府里所有侍卫，分4路堵死县城4门。天亮前出城的每一辆车都给我掀开棚子看，见着蓝布棚的人扣下，车留着。是。石岩在。你在码头认识多少人？扛货的兄弟300来号，全县的船部货站后门，没有我们不熟的道。不许打架，不许惊动，只要一件事，看谁家昨天、今天多进了一个人。得令。王爷不用点我，我的鹰已经放出去6只，3天之内，这城里所有人牙子的进出、过手、抽头，我都能给王爷抄一份账。不够，王爷还要什么？我要他们过货的地方，城里不会当街走，总有个歇脚点，庙、废院、船舱。明白。德全，奴才在。备2000两银子，备1辆快车，备伤药、干净衣裳、热水。王爷，备伤药做什么？苏姑娘她备着。从现在起，贤王府所有人不许睡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。是。王爷，若晚了一步，他若少一根头发，这县城今夜就没有锦绣阁那些楼。哟，就是这袋子货，80两，我倒要看看值不值。呀，皮子紧，眉眼正，眼睛还亮，这张脸抬上2楼能卖出个头牌。牙口齐整，没病。哎呦我的娘，这手这满掌的茧子，这跟卖苦力的汉子似的，磨破客人的皮，谁受得住？泡花瓣水3天，泡软了再拿香油揉。是妈妈。曹妈妈，我是贤王府里的人，你放我走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贤王府那位病秧子王爷，他府里的丫头我买过3个，在锦绣阁，姑娘不是人是货，银子过了手，你就是我的货。3日之内给我梳头挂牌接客，不从，打断你2条腿，抬到河边喂鱼，就跟前头那个一样。怎么不服气？说句话让妈妈听听。我这双手扛过1000斤货，卸过100车粮，你说值80两的这张脸，正在告诉你，他掐得断你的骨头。来人啊！打死你！药，我没劲儿。一个女人力气这么邪，加2副铁链锁死，断他水石，我看他硬得过几天。3日之后，城里赵爷点了你的名，赵爷的规矩你打听打听，他喜欢猎的，越猎越好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接着打？你明明打得过。打得过一个曹妈妈，打不过这整座楼。急着动手，只会让他们把我锁得更死。人贩子牌子留着，这是他们卖我的凭据。王爷这会儿该知道了，霍峰一定捡到了那只钗，可我不能等人来救，我这条命从来是自己扛回来的。我不是任人宰割的羊，我是砸秤的那只手。曹妈妈说了，硬骨头得先软了骨，把这碗灌下去，你就乖了。喝了骨头就软了。我喝，我认了，我一个丫头，跟你们斗什么？大哥，送一副链子行吗？铁硌得我骨头疼，3日后我这样子还怎么见客？早这么懂事儿，何必挨那顿踹？3日后是白天还是晚上？我得知道我什么时候没命。晚上，前厅点灯，赵爷做主位，20来个客人瞧着你上台。那我从哪儿出去？这地牢黑得慌。直接上去，穿后廊，过账房就是前厅。老实点儿，一路上都有人守着。几个人啊？夜里就我们哥俩守你，前条4个，后门2个。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喝你的药。夜里2个，前厅4个，后门2个。前厅点灯，赵爷做主位。谢了，你把这副座楼的门窗全给我画了一遍。牌子留着，是他们卖我的情趣。3
3日，我用不了3日。王爷，四门整夜盘查，没有一辆蓝布篷马车出城，人还在城里。还有一桩，3天前镇外那座废庙有生人往来，庙里烧过纸，留过酒。3天前是，比苏姑娘出事早了3天。3天前就有人在那儿等她。霍风，去破庙。这帕子，王爷，人贩子的口信截下来了。这不是外人打探得来的。正是，进城的日子走的哪条巷，身上带多少银子，外人打探不到这么细。递消息的人就在您这院子里。谁？柳烟。叫他来。不，先去搜他的房。破庙的香灰，他去过。这是苏姑娘的字，苏姑娘亲手给他抓的药，还剩3副没喝完。他拿着苏姑娘的药去卖苏姑娘的命。王爷，喝口参汤啊！霍侍卫，你做什么？这是不是你的东西？枕头底下搜出来的，50两金银，关绰都没抹。是有人害我，有人把这东西塞进我房里，就为了……破庙里，你见过这位姑娘几次？她让你替她带过什么话？午后西巷口，人只一个，动手要快。你带的这句对不对？是外院管事逼我的，我不敢不听。外院管事，半个月前就被我遣去了钱南禅死寂。我只是嫉妒，我嫉妒他。我伺候王爷2年，熬药暖他心，您咳出来的血，他一个扛货的丫头进门半年，王爷的眼睛就再没看过我一眼。凭什么什么都是他的？凭什么他能站在王爷身边？凭他从不算计人。你去年冬天病得起不来，他背你去看大夫，药钱是他扛货挣的。你冬衣薄，他把新做的那身给了你，自己穿旧的。府里要遣人，德全说你手脚轻浮该走，是苏嫣开口留你，说你没爹没娘，走了活不下去。他给你抓的药你喝了，他给你的衣你穿了，他给你的赏钱你拿去买他的命。王爷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只想让他走远点，我没想过卖去哪儿啊。回信上写着，货送锦绣阁价20两，你连他的价钱都替他讲好了。王爷，我是被人冤枉的，有人要害我，银子是我攒的月钱，帕子是我丢的。50两月钱，本王的府里穷得连药都要苏小上山挖，你倒是月月有50两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粗使的丫头，扛货的、抬尸的，满手是泥的。凭什么王爷的药是他煎，王爷的车是他推？凭什么全府上下都听他的？我伺候王爷这么久。本王不问你为什么，本王只问你，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告诉他们苏瑶哪天进城走哪条巷，人是他们抢的，钱是他们给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人送哪儿去了。谁？叫什么？家人，城南牙行的马三，在溪水巷有个院子，王爷饶命，我只收了银子，我没想害死他。柳烟通匪卖主，谋害苏嫣性命，拖出去即刻处决。王爷，他跟了您2年，好歹是府里的旧人，留他一条命吧。你今日的开恩，就是苏妖明日的失手。王爷，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从前我心软，霍家满门87口替我死了，把他的尸首挂在府门外3日。都记住，对这等蛇蝎心肠的恶人，绝不可心慈手软。心软一次，死的就是自己人。带人去。3天了，还硬着。我这锦绣阁里没有卖不出去的姑娘，只有还没打服的姑娘。那你今天可以试试，是鞭子硬，还是我的骨头硬？来人！软筋散，喝了不伤脸不留印儿，就是浑身没劲儿。给他点厉害尝尝，灌！我是贤王府的人，你们拐的是贤王府的人。贤王，那个坐轮椅的摊子。
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废王爷能替你出头？在锦绣阁，你叫什么名字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值多少钱。拖上前厅，今晚就把他这身烈性子卖了。各位老爷，新来的，脾气烈，模样好，我8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今晚开脸。烈的好，我出100两。我不是货，谁敢碰我，我就拆了这座楼。拦住他！都死了吗？拦住他！好，有力气是吧？今晚这台你上也要上，不上我打到你上！快些，快些呀！3天，他在那种地方撑了3天。到了。都跪下！你是什么人？敢砸我锦绣阁的场子？我这楼里往来的都是有头脸的老爷。贤王府亲卫，奉贤王贤位，奉贤王令封楼。他真的来了。这楼里谁给他标的价？王爷，苏姑娘在那儿，在那儿啊！他不是废了双腿吗？别怕，我不是这儿的人，我来带你们出去。灌过药，嗓子烧坏了，为的是让他们叫不出声。烙记号，这是畜生才有的东西。官爷，我有气，这些贱货都是我花钱买的，一个8两银，写着名字，画着押。人不是货，这纸不算数。你救他们做什么？出了这门，家里不要，男人不要，街上人催他们一脸，3个月他们自己就回来求我。你说他们要回来求你，那我就让他们一个都不回头。全带出去，要水要饭要大夫，一个都别落下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搭救！贤王殿下有令，锦绣阁即刻查封，尔等各自散去，若敢阻拦，格杀勿论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让你受苦了，往后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曹氏，锦绣阁地牢锁了17名女子，人从哪儿来往哪儿去。民妇只是收留。账在这儿，一船12人，1年2船，5年了。进价8两，出价40两，你把活人当猪羊记账？不是我是刀疤强送来的，我只管养几天，喂点药，上个记号。走水路的船是老船工的。我妹子去年在渡口就没影了，我闺女是不是也上了船？这条链子上的人，我今日报个数：放饵的、掳人的、上记号的、开船的、码头收钱的，3日玄位全出，一个不许漏。属下领命，官兵封渡口，所有出黔南的船开箱查验。下官这就去调人。北上粮道的事儿押后10日。先把家门口的脏东西清了，我再。咸南从前谁说话我不管，但在鹿鸣镇，敢卖人的，我拆他的招牌，也拆他的手。干什
事了。放我下来！我认得县里的人。1年2船，运哪儿去？谁要的人？我说，上头有人要模样好的，要识字的，年岁小的最值钱，运费从来不欠，现银现结，是京城的爷要的。我们只是抬箱子的，上帝有记号，人记号交货。你认得？这印子我在京城见过。那就带上箱子，一块儿回去给王爷看。爹，你还有脸叫我？窑子里出来的人，回村我一家老小怎么做人？爹，我是被人套麻袋掳走的，我没有。脏了就是脏了，你别回来丢人，我当没生过你。站住！锁他的铁链我拧断了，烙他的铁我看见了。你女儿在地牢里挨了3个月，你一句话就把她扔了。我们庄户人家讲颜面，你的脸面比你女儿的命值钱。那你走，以后她过得好不好也不用你操心。姐姐，我们没地方去了。都听着，翠屏山有作坊，缺人，管吃管住，学3年手艺，按月发工钱。3条规矩：第一，谁也不许问你从前的事。第二，谁敢拿从前的事在你面前嘴上羞人，我打断他的牙。第三，干多少活领多少钱，谁敢克扣一吻，我拆他的手。不愿留的给路费，我派人送到家门口。我留，我没家了，作坊就是我家。不用磕，都起来，跟我做工去。把名字写上，不写楼里给你起的那个花名，写你娘给你起的名。3号锅火大了，撤2根柴，风辣不严的挑出来重做。咱们的东西不许出次货。1斤3钱。是这样，再写一遍。手肘抬起来，再有人从背后套起麻袋，先打他喉咙，再打眼睛。记住，怕没用，狠才有用。苏姑娘，这7日出高230贯，损耗11贯，都记在册上。姑娘们说头1个月的工钱愿意扣一半还药钱。药钱王爷府里出了，1文不用你们还，工钱照发，全发。姑娘，我这条命是你从铁链上摘下来的，往后作坊要人拼命，头1个是我。不用拼命，好好活着，把钱挣了，把手艺学了，就是替我出气。 17个人，3日就有了活路，还认了主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见不得人被当货买。我用刀立威，你用范立新。钱南这半座人心是你替我拿下的，那你可得记住，人心这东西是要天天喂饭的。只怕这窝脏事根不在钱南。怎么样？他到底怎么了？京剧攻心又劳损过度，被掳食中的迷药还没散尽，硬撑了这么多日，是靠一口气吊着回来的。能好吗？高热是身子在自救，静养几日，散了药性便无大碍。只是这几日凶险，需有人寸不离的看着。我来，谁也不必守，我一个人守。王爷，让老奴来吧，您守了一路也累了。放下，你们都下去。是我没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罪。别抓我，阿木，快跑！不怕，都过去了，他们再也碰不到你了，有我在。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。王爷，你的眼睛怎么这样？你一夜没睡？你昏了一夜，说梦话喊救命，我以为我又要失去一个人了。这玉佩随我20余年，从不离身。今日给你，此生我裴景琛庇护你周全，你再受半分委屈。好，我信你。王爷，门外有一批人马风尘仆仆赶到，说是奉命前来投药贤王。他们终于来了。奉命投医。原来他这个并废贤王的背后藏着的东西
远比我想的要大得多。显王何在？你这剑再往前半寸，我就得换件衣服了。一个拎扫帚的丫头也敢挡我的路，叫你们府里能主事的出来！放下剑！双三，刀17，3年了。东宫那夜我被打散在西南，我等这一声召集等了。我知道，你还活着就好。24玄位，双三凌霜，奉旧令归位。随我赶到的7人都在府外，余下17人分散在江南、河东，属改了名姓，做船工，做屠户，做乞儿，只等王爷一声令。这3个追查霍家旧案时死了，尸首没能带回来。传令下去，旧部分批入鹿鸣镇，白日做工，夜里操练，谁也不许漏刀。属下明白。一个被废流放的病废贤王，手底下还有24把刀等着他喊名字。我这些日子到底跟着一个什么人？粮的事我说2句。府里现存陈米420担，新收的杂粮160担，再添7个人，撑到秋收有余。军资走翠屏山北道，闭关到关卡，路远30里，但不用打点。王爷，一个扫地的婢女也配站在这里听玄位的名册，也配在议事厅开口？玄位的规矩，一句话漏出去就是24条人命。凌霜，收着你的舌头。这位苏姑娘早就不是寻常婢女了。不是婢女，那是什么？她手里那把扫帚，我方才看得清楚。这满府的人是她一碗一碗粥养活的，你敬她，便是敬我。林姑娘，我这双手扫过地，也扛过粮。扫地不丢人，看不起扫地的人才丢人。3000里路，先吃饭，凉了不好刻画。这是王爷的军粮？这是苏姑娘从翠屏山一坡一坡种出来的。去年这时候，咱们府上还在啃野菜根呢。新来的7位大哥，姓名、籍贯、会什么手艺，我姐说了，一人一册，都要记清。你姐？苏瑶。这镇上1327口人的活计都是我姐编排的。这位姑娘看什么呢？演武场那些兄弟白天在我手底下扛货，晚上练刀，管饭的是苏姑娘，规矩也是苏姑娘立的，干多少活领多少钱，一个同伴不许克扣。一个丫头就凭她那点力气养活这一镇人。说清楚，那个苏妖究竟什么来历？东宫粗使婢女出身，我查过名册，一个洒扫的杂役而已。王爷为何把她抬到那个位子上？她徒手拉过马车，单手接过拳，一个人养活了整个王府。刀17，你是被瘴气熏坏了脑子，还是被人灌了迷药？徒手拉马车，那车里坐的是纸人吧？流放路上，山道翻车，土匪围了37个，那车里坐着王爷、霍老夫人，还有11个伤员。他一个人拉着车从匪群里冲了出去。你不信，就自己去试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好，我就亲眼验一验，这丫头到底有几分本事。把军资箱抬过来，要最重的那批铁料、甲片、剑罪，一样不许拿轻的。往上堆。林姑娘，这一只就300多斤，5只往上，我10眼也搬不动了。堆到10只。明日搬运军资，我要请这位苏姑娘也来搭把手。都听着，今日搬运军资，我要请这位苏姑娘来搭把手。这一只香，昨天4个大汉抬着都直打摆子。林姑娘，这是铁料、甲片、剑度最重的那批。我知道，我特意挑的。林姑娘，你这是欺负人！我10眼先来。
320斤一只，10只3200斤，这不是人干的活。镇上第一壮汉，抱一只都抱不起。那我就想问问诸位，一个东宫扫地的丫头，凭什么坐王妃那个位子？凌霜，你放肆！刀17，是你说的，他徒手拉马车，单手接权，一人养活整个王府。我今天不动手，我只请他搬箱子，他搬得动，我凌霜当众磕头，从此叫他一声王妃，唯他号令。搬不动，就请王爷收回那个位子。反了，老奴去请王爷。王爷，凌霜他当众诱辱苏姑娘，不许拦！王爷，这些人跟我出生入死，一个个心比天高，凭我一句话压他们，是压不服的。让他们自己看。铁料在底，甲片在中，剑最压顶，堆得挺讲究。苏姑娘不问我为什么堆这一出，你的眼睛从昨天起就没离过我，你想验我，我知道。阿木，报数，一只320斤，10只共3200斤，那就好办。我在码头扛货的老行价，100斤1文，走一趟32文。林姑娘，先付钱。你把我当搬货的东家？我干活从来按件算钱，你不给钱，我一根手指都不动。钱在这儿，搬。那我就干活了。不可能，箱子是空的，你们串通了。空不空，你自己上来验。什么？爬上去，做箱顶，我背着你走。我做了，我看你走一步。1步、2步、3步。3200斤，加我一个人，他在走，他真的在走。18步、19步、20步，回来了。3200斤，20步来回，32文，我收了。玄位凌霜，见过王妃。见过王妃。头我不受，钱我收了，活我干了，2清。昨日我骂你扫地丫头，我该罚。我在东宫扫地的时候，也没人问我扛得动多少，只问我扫得干不干净。以后在这镇上活只讲一条规矩，干多少活领多少钱，谁也不许克扣，包括你。末将记下了。凌霜，你验完了？末将服了。王妃这2条手臂，胜末将一柄剑。心高气傲的人只服真本事。从今日起，鹿鸣镇的力气归他管，规矩也归他定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这是我这半年最好挣的32文。这是翠屏山，你的作坊这里；鹿鸣镇这里；黔南5州17处关隘全在图上。这条是通北疆的粮道，这些是霍家军旧部和24玄尉徐下的19个人。王爷早就在收拢我们。从被押出宫门那一日起，3年，我要回去。是随王爷。我一直以为他要的只是一座山、一间铺子、一口饱饭，原来这盘棋从流放那天就已经在下了。这盘棋眼下缺一个人，押着军资走3000里粮道北上边关，路上有匪，我关甲有人要断我的粮，去的人9死1生。我去。王爷，我先说好的还是坏的？说实的。二皇子裴景睿上月陷南疆祥瑞，又替陛下挡了一桩弹劾，陛下亲口夸他纯孝，赐了亲王爵，出入御书房不必通传。崔静呢，加封太师，崔家女入宫，一门3个实职。如今京城里递本子，先过崔府门房，再进宫门。构陷主子的人，一个封王，一个封师。还有一桩，这2位近来在打听同一件事，黔南的贤王那身伤是真是假，还能活几年？王爷，码头货箱底下的印子，属下让他看了。这个印子我认得，3年前我被装在箱子里，运到京城一座大宅，箱子上就这个记号。那宅子姓什么？管事的让我们叫太师府，老爷姓崔。他们要你们做什么？教认字，教弹唱，教怎么伺候人，怎么听话。学得好的一批一批送出去，说是送人的礼，
我识字太多，管事嫌我心野，把我退回前南卖锦绣阁。跟我一同进那院子的11个姑娘，后来一个都不见了。拐来的女人被他当礼送人，不止送人，识字会听话，进得了内宅，这是往别人家里埋的钉子。崔静的手5年前就伸到前南来了，我们抄的不是一间青楼，是他埋在这里的一条线。那这条线断了，他必定知道是谁断的。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前南地界了。全府戒备，苏瑶身边，从今夜起不许离人。先王那身病是真是假，杀一刀就知道了。